妙风！这是什么人？修罗场八郡。修罗场。 八郡居然全到了，好大的阵仗！妙风使功力深厚，我们当然要全部出动了。我知道是童派你们来的，也别逼我一个个解决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！童，就是他。剑上有毒，没事。快，把它服下，可以抑制毒性。你先往月牙州跑，我来牵制住他们。可是，快走！童派你们来，究竟有什么计划？你以为我会怕吗，妙风？我不明白，为何像你这样的人，却宁愿做教王的狗？那你们又为什么做童的狗？我想彼此都无需明白。做童的狗，起码不会生不如死。妙风，果然，你离开修罗场太巧了。你竟然已经忘记封侯了吗？霹雳，少了一句。未必是佯装假死。哟，还能动啊！看脸色，已经撑不住了吧？算我慈悲，
就不让你受苦了。真的是童派你们来杀我跟妙风的。原本童说要留下你的性命，想必他是要亲自动手。可像你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又何须他动手呢？薛谷主，看来你也伤得不轻啊！你这么想救这个女人，那还不赶紧出手给她续气？现在不续气，她就死定了。薛谷主，怎么，不敢分心？也是，修罗场出来的，谁会把自己的空门卖给对手呢？哼，妙风使，我就在这里跟你耗着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去死吧。薛谷主，我若贸然去扶他，我们两个说不定都会立刻死在飞偏剑下。但是，我们八郡还能将妙风使逼到如此两难境地？你没事？好险！放在你手上魂拳，都是装的。你刚才根本就没防御啊！难道你真想舍命保住我？幸好有这个宝玉梨花针，书中唐门的绝密暗器。自从唐雪死后，便已绝迹江湖，竟然会在你这儿。是有人拿他抵押给我当枕巾的。我没事。妙风，你损耗太重，必须立刻疗伤。此处不安全，我们先来不及了。薛谷主，你怎么样？比利怎么会在你这里？薛谷主何必如此冒险？你曾言，这比例乃是你过去亲人所赠，定是极为珍视，所以才时刻藏在怀中。我若不将它捡回，只怕这茫茫雪原，日后便再也找不到了。我也曾丢失过一件重要之物，幸好后来它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谢谢你。不是与你说过，不必总是对我说谢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
醒醒！血谷主，血谷主！这种感觉，自从修习沐春风之后，已经再也没有过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，自从修习沐春风之后，已经再也没有过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正如妙水所言，我是在后悔吗？怎么办？前方就是月牙州，那里有驿站。放心，很快就不冷了。四哥，乌马反叛一事我已知晓，眼下的确是个好时机，可贸然出手也并非良策，我们必须要做些准备。我已经给其余几件去信，大哥负责出发之前安排好一切顶剑阁事务，以防被元婴宫偷袭。元婴宫有此变故，常无觉这个老狐狸定会疑心更重，他必然会召回全部在外的元婴宫教徒。二哥、三哥会去西库伦界外围堵他们，尽全力削弱元婴宫的势力。四哥，你可还记得当年救出龙门村孩子们的客栈？依我所见，那里明面上是个客栈，但实际上是元婴宫的暗桩，藏有许多元婴宫的重要信息。你带人前往，将那里一举歼灭。但元婴宫贼人奸诈狡猾，不会不做防备，定会有接头人按时探查客栈情况。所以捣毁暗桩的同时，也要有人在外围等鱼上钩，到时候将他们全部控制住。四哥，外面我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将他们带回顶剑阁。是。师妹，该喝药了。怎么样了？墨儿刚过世，难免触景生情。我也是母亲，能理解她的心情。莫说几日，即便是一生，都难以释怀。
廖前辈，我倒是有个不情之请。我来看看莫儿。莫儿生前患病多年，食物上有许多禁忌，加之她的病况，不可有大的情绪波动，自然也无法像其他孩子那般尽情玩耍。这些东西，是我为莫儿准备的。莫儿最喜欢吃甜食了，她最喜欢吃这个云片糕了，还有饴糖，每次去集市都吵着要吃。就在等前一天，她还闹着我要吃糖，我答应她，我说等到明年生辰的时候就买给你吃。你说我为什么要说明年呢？我应该当时就买给他吃。谁家7、8岁的孩子还每天拿着拨浪鼓儿？莫儿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玩伴，每次他跟别的孩子一起玩，我就会在旁边看着，稍微有一点危险，我就赶紧制止，把他带回家去。他就整天趴在门口，看着别的孩子成群结队的玩。我知道，他打心底里羡慕别人，因为他们有爹，有娘，有玩伴，而他从未真的尽心活过。可是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，孩子受这么多罪，我就这样每天维持他的生命，到底是对是错？但是我又一想，如果莫儿真的走了，我也活不下去。我是一个母亲，我能做的就是陪着他，搀扶着他，一步一步走下去。说出来，心里就会舒坦许多。其实对于莫儿，你心里早有准备。这样的场景，我曾经无数次梦到过。其实你该放下的不是莫儿，而是对他的愧疚。人人都说母子连心，莫儿又是这般懂事的孩子，他怎么会去怪你呢？他只会为你的消沉萎靡而心疼不忍。你是一位好母亲，就让莫儿安心的去吧。
小环，夫人，我饿了，去帮我煮碗面吧。夫人，您这是？傻丫头，愣着干什么？夫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过东西了，这会儿终于饿了。小环这就去。小环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嘞，夫人。主意不错，好多了。多谢廖前辈，如此一来，我就踏实了。这应该是一首平和的曲子吧，但有时候被你吹的，却那么让人难过。这是一首思念故土的曲子。这臂力上，为何会有一道划痕？这是……如果你不愿意回答，也可以不说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名字叫雅密，我的故土在桑国。我和王姐在流亡途中，她教会了我这首曲子。但很快，马贼就来了，这划痕便是那时候留下的。那你的王姐……马贼很快便将我的族人屠戮殆尽，只剩我和王姐。王姐绝不做敌人的俘虏，可我却不敢。王姐，雅密，放开我！雅密，如此刚烈的女子，着实令人叹服。她才配得上是桑国的公主，只是不知她是否还活在世上。她为什么看上去有哪里不一样了？你为什么不笑了？我为什么要笑？你的内息和情绪已经无法自如运行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得立即服药。不必了，血谷主，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后悔
悔什么？后悔医治我。我为什么会后悔？一路上你也一直在救我。我是一个杀人者，与你正好相反。那倒是。或许以后有一天会后悔吧。不过，那也是以后的事了。但现在，哪有扔着病人不管的医者？一定要我用针定住你，强行让你服下吗？血谷主休息好了吗？吃过了饭，就上路吧。我去准备一下。现在是杀常无绝的最佳时机。只要妙风不回来，我们便好办事。妙火，明天一早，你先去殿外解决那些守卫。我和妙水会去殿内，趁禀报时配合动手，斩杀常无绝。太好了！那我们各自多加小心。血赤汗珠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常无绝，明日便是你的死期。那老贼还未前往元一殿。回教王，天国乐园那边都已经安顿好了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召回的教徒未按约定时间返回，不知途中出了什么差错。容我再想想。
下去吧。是。童，你去派人查一下。妙活之蠢货！谁敢说我？妙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跟童在一起在店里对付教宝吗？哦，你出卖了老子！这元一宫中是敌是友不过一瞬，你若不改，那就等死喽！我呸！不愧是跟教王睡一个被窝的，都不是好东西。随你怎么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是进去，你死的只会更惨。你应该庆幸你是死在我的手上。我看你就是欠行。我要是你，天天让教王老儿噼里啪啦抽来抽去，早把他宰了。他是该死，但不是现在。该死的是你，就拿你的命来为我铺路吧。家里没镜子，总该有尿吧？就凭你，来吧！妙风去了药师谷回不来，宁丽也不在，只剩下2只畜生陪你。看看，
挣扎了。除了瞳术，你的身体应该还有毒素在发作吧？百毒不侵的你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——万年龙血珠。怎么？奇怪我怎么知道龙血珠克你？还是奇怪我去哪里找到它的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会一直做一只俯首称臣的狗吧？你做梦！明律，是你！头，我终于破了你的瞳术！我终于破了你的瞳术！愚蠢的头，你以为元一宫的玉座是如此轻易就能颠覆的吗？你太天真了。你是不是在想，你的同伙为何还不前来？教王，妙水，本座原以为妙火没这样的胆量，但是没成想，他竟然被你蛊惑，起了反心。还好，有妙水及时发现，那个愚钝的家伙怎么会是妙水的对手？你真是找错了同伴，我的头。是谁杀了妙火？是我。妙火他背叛教王，不该杀吗？你这个贱人！是你最想杀这个老贼的。属下忠心耿耿，你可不要狗急了跳墙就污蔑人，请教王明察。本座知道，本座知道。妙水，我自然是知道你忠心于本座。本座还知道，童领头叛乱，而你在第一时间截杀叛乱童党。明丽和你大功一件呢。起来吧。谢教王。去死吧！教王，你看，哪怕是童这样的人，也抵不过这噬魂伞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噬魂伞，被吓到了吗？噬魂伞可是这100年以来从未有人解开的剧毒。听说20年前，药师谷唐老谷主苦苦思索1个月，也未解开这毒，反而最终因为神思枯竭，呕血而亡。最可怕的是啊，这毒会腐蚀你的全身，令你最终痛苦而亡。真是太可惜了。我一直都把你当作自己的眼睛，但你却背叛我。童，你也不仔细想想，乌马反叛在前，我不可能一点防备都没有。童，明丽其实一直都未离开过元一宫，她一直都在我的身边。要怪啊，只能怪你太心急，这么早就原形毕露了。太可惜了。
太可惜了，童。如果不想死，就求我开恩吧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！让你就这样死去，太便宜你了。真是奇怪啊，你是怎么敢这么做的？难道你已经记起了自己的来历？你果然已经恢复了记忆。如此说来，你背叛我不仅仅是因为你的野心，还为了给那些故人复仇。童，我以为你已经是一个绝情绝义的孩子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因你而惨死的那一村子人呢？我的童啊，有些事情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的仁慈。既然你这么不领情，那我就将我的仁慈收回来，在你死之前，将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。那个女孩，你叫她姐姐是吧？你一直以为当年是她抛下了你，就算在你没有记忆的时候，你还是这样觉得，是吗？可惜啊，他们当年确实想要回来救你，但是他们被妙风追杀了。后来，他和他的伙伴一起掉进了冰河里，那个少年被活生生的冻死了，而那个女孩，小叶姐姐，小叶姐姐，童，知道这些事情，你应该很难受，很难过吧？真是活该！当初我亲手把这把丽血剑交给你，如今你却想拿这把剑来杀我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杀掉了我那么多宝贝獒犬，又送掉了明丽的命，要不就在毒发之前，你就像以前一样，先做我的狗吧。虽然说失掉了这双眼睛之后，你可能连狗都不如。来人，把他送去雪域，和我的獒犬关在一块儿。是。
妙水，在。把这把剑送到藏兵阁。好的，教王。罢了，我自行解决吧。你去吧。属下告退。妙风，你为什么还没回来？教王，教王万寿！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不会是才知道吧？我刚刚把整个元夷宫都查了一遍，铜和妙火剩余的同党都已经被我击杀，请教王放心。是吗？我已经增派了人手在教王的寝宫外，务必保证教王的安全。好，做得好。童，你还是失败了。妙水，我在入元夷殿前就发现了那个教王是名利所带，但我当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你了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又何必搭上我自己呢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你会懂的，对吧？只是可惜了。贱人！贱人也比狗强。杀了我！你想死啊？没那么容易。噬魂散会一点点侵蚀你的脑子，你每天都会丧失一部分的记忆。7日之后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像婴儿一样的白痴。还没结束呢，接下来剧毒会透过你的脑子和骨头，深入你的机体，你全身的肌肉会一块一块的腐烂崩落，直到你成为一具白骨，才会咽下那最后一口气。如今才是第1天，在毒发前，你就做一条抬不起头的狗，直到死为止吧。我听说修罗场有一处通往藏兵阁的密道，你若是能够将那个告诉我，也许我会开恩，让你早点死吧。我会让你开口的。师兄弟的回信都收到了，怎么唯独没有五哥的呢？师妹，师妹，怎么不在屋里休息，跑出来了？我知道你要做什么。放心去吧，师兄，不必担心我。师妹，
从小到大，我都在爹爹和你的庇护下长大，即便是后来嫁了人，好像也依旧是天山畔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，经常任性闹脾气，做了很多蠢事。直到崇华、爹爹、墨儿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没有人会在我身边一直守着我，不是吗？我也该学着自己面对一切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倒不像是从我小师妹口中说出来的。那我也算有些长进。那你呢？我，师兄，你用了这么多年来守护墨儿，早已足够。如今，你不妨为自己考虑考虑，不必再背负着曾经的诺言。其实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心里有薛谷主，所以，即便是我曾经心里还有那么一丝奢望，想着，不过后来我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薛谷主更是相配。不对，不是相配。薛谷主那么好的女子，即便我是你师妹，有时候反倒觉得是你配不上她呢。我知道你还有正事要忙，就不送你了。保重，师兄。保重。鼎剑阁7件的回信，唯独只剩五哥的还没有收到。他定是顾及我和阿宝，才无法定夺。若有时间，你去见他一趟。玉树公子虽退隐江湖，可是他的心从未忘记过江湖。晚辈明白。早些年，我便听风行夸奖过他七弟。他说霍七有情有义，有勇有谋，经此一事，虽相隔千里，仍能运筹帷幄，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要分神照顾秋水夫人，的确是鼎剑阁阁主的不二人选。前辈过奖了。这段时间若不是有你在，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兼顾的。眼下秋水夫人也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待她把几副药服完，我便会离开。这段时日，多谢前辈照顾。谢我什么？这是我对子夜的承诺，自然不会食言。这话说回来，雪瑶送信有一段时日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原本还想着第一时间回去见她的，可眼下剿灭元一宫的大计刻不容缓，我不得不去。总会相见的。一定会见到的。他还在梅树下等我喝酒呢。我走了。
老齐，四哥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不得不承认，每一步都被你算准了。阁主呢？已经等你很久了，快进去吧，走。好。阁主，展白来向您请罪。请罪？何罪之有啊？展白擅自召集七剑对付元一公，此举未经过阁主的允许，自当领罪。你这是前来领罪，还是前来领赏赐啊？快起来！元一公一事你做得非常好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你接下来如何打算呢？趁着如今元一公内讧，集结七剑，一同前往西昆仑，争取常无绝的性命，捣毁元一公。为了天下武林，同时也是为了眼下便是最好的时机了。确实，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们随我来。看看这个，同叛乱。难怪他拼死也要夺取龙血珠，想来早就有叛变之心，用来毒杀常无绝。这里有份地图，这里是元一宫，这里是元一宫的入口。阁主，这消息跟地图是否准确？是何人传来？消息来源非常准确，之前秦天城元一宫掳掠孩童的情报皆是由此人传递。不过此人是谁，等你们到了元一宫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是。如今元一宫内部混乱，实力前所未有的被削弱。展白，3日内你号召七剑，立即赶往西昆仑，趁此时机一举歼灭元一宫。是。四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召集七剑，即刻便出发吧。集齐6剑还有点可能，那个老五连人在哪都不知道，怎么召集啊？那我们就先去趟扬州。扬州？血药，你主人已经离开这儿了。谷主已去往昆仑元一宫。这丫头疯了，她那破身体去什么昆仑？去找死吗？薛国主，下车吧。到了。没错。听说昆仑是西方净土的神山，西王母居住所在，就如同像是极渊、极北之地一样。听说那里的天空分7种色彩，在冰面上不停地浮动、变换，美得就像是做梦一样。冰蚕毒又发作了吧？该以针渡穴了。不必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薛国主应养足精神，以备为教王治病。那个教王是不是给你吃了什么迷药？我想救你，你怎么自己不当一回事啊？
还算知道痛。走吧。少保。元一宫到底在哪儿呢？亚弥，你到了。刚刚那个车夫，你真的把他给杀了？你把他杀了？你怎么会这样？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车夫，他是为了养家糊口才跑这一趟远途，你竟然把他给杀了！你这个疯子！若非如此，难保他不会泄露元一宫的出入路径。况且，我只答应付给他钱，又没有答应不杀他。你这个疯子！你知不知道我要花费多少的力气才可以救活一条生命？你却这样随随便便挥挥手就把他给杀了，你是不是啊？我早就说过，你救我的话，会后悔的。我本就是一个杀人者，和你正好相反。还请薛国主随在下前往元一宫，为教王治伤。我想救你，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治好你呢？亚弥，在下无恙，不劳薛国主费心。妙风使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教王吩咐，如果您一返回，便请您去元一殿。教中发生了什么事？出了大事，日圣女和同叛变。教王如何？教王无恙。去上面，把薛国主的行李取来。是。妙风使，妙水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教王已等你很久了。路上遇到修罗场的八郡，耽搁了一会儿。哦，那妙风使受伤了吗？薛谷主，龙门村一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好冷漠啊，薛谷主。妙风使，真奇怪啊，你的笑容怎么不见了？真是可惜，是被谁夺走了？快走吧，我要见你们教王。
风，进来吧。是薛谷主吗？是我。风，回来了。教王万寿。我的孩子，你果然按时把药师谷谷主带回来了，我没养错你。快起来吧。薛谷主，风是个好孩子，他很听话，很懂事，不像童。童呢，更像是一条毒蛇，一条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反噬恩主的毒蛇。教王打算何时开始诊治？薛谷主看来比本座还要着急啊！你只有我一个医者，我却不止你一个病人。但是只有本座，才能让药师谷谷主为我出诊。薛谷主，你应该知道元一宫与中原武林向来是水火不容，你为何愿意千里迢迢来为我治疗？药师谷向来不涉江湖之事，只要有回天令和诊金足够，我为何不能来？哦，既然薛谷主都来了，那就再帮我一个忙。看看，他还有得治吗？诊金足够，便救得了。薛谷主，请吧。薛谷主，薛谷主果然医者父母心呢。不过可惜，童这个叛徒试图谋刺本座，本座清理门户，理所应当吧。教王恐怕是和自己的属下开玩笑开习惯了，把我也当成元一宫的人。若教王不着急治病，烦请尽快将我送回药师谷，我还有事。薛谷主莫急，本座随时可以开始治疗。好。别救他，他是个魔鬼。敢对教王不敬，薛谷主，在你这样的贵客面前，本座冒失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叛徒给我拖出去，
别脏了我的宫殿。是。这一路长途跋涉，我有些累了，什么时候才能休息？薛谷主，不先替本座诊断一下吗？医家讲究望闻问切，教王的声音听似平和宁静，但气息中却有3分急促，我已有50%把握。好，待我诊治完毕，便可以离开了吧？那是当然。只要本座恢复往日的风采，本座定会重谢薛谷主，并且派人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回药师谷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风，你留下。是。薛谷主，这边请。教王。为何这么久才回来？属下途中遇到同派去的八郡埋伏，所以才耽误了。那八郡呢？已全数死于血源之上。风，你辛苦了。这途中，你的冰蚕之毒可有发作啊？薛谷主替属下施针，缓解了毒发的疼痛。看样子，你与这薛谷主，在这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儿啊。属下只是谨记，要将他平安带回元一宫。嗯。那他有何异样啊？属下曾试探过，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童的真实身份，也就无从得知当年的灭村真凶。确实，刚刚我几番试探。但那个女人似乎对童的处境毫无反应。教王为何要安排童与薛谷主见面？这是一招险棋。哼，我就是想看看这姐弟情深却无法相认的局面。这薛子夜如果知道童是他魔家村的弟弟，那该多有趣啊！可惜啊。7日之后，这噬魂散之毒便会从眼部深入脑髓，逐步侵蚀人的神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哼！待本座病情痊愈，一定要让这姐弟俩好好团聚，永远葬在这昆仑山里。在他死之前再告诉他吧，在那之前，他还有用。薛谷主日后或许还有用，教王何不留他一命？你这是在为他求情？属下斗胆，求教王放他一条生路。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竟然替一个对我不利的人求情！从你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
你脸上的笑容被谁夺走了？是那个女人破了你的沐春风之术。这一路上，血谷主救了我很多次，一直以来，除了将王宁，从来没有人救过我。属下只是不想看着他死。你，教王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风，这20多年来，你是第一次顾及别人的生死。如果我执意要杀他，你会怎么样？属下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你竟然敢这样对我说话！我拿你当自己的孩子，你却这样要挟我！你们这群狼崽子！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风。这20年来，这是你跟我提的第一个要求吧？我答应你，都答应你。那个女人真了不起。别弄洒了，慢着点。哦，小宝真棒。你为何会来此？要不是老七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在扬州藏了这么多年。我和老七也是前阵子偶遇的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为什么连我都不知会上？我明明给你写了信，邀你来这里同我喝酒。这么多年，你人去哪儿了？啊？你给我写过信，我可没收到。那你肯定以为是哪个姑娘给你写的，随手丢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好了，你俩要么好好打一架，要么把正事说了。那要等夫人回来，与她商量之后再做决定。五哥，廖前辈说了，此事让你自己做主，你若同意，他便同意。老七，我不能去。哎，你为何不能去啊？虽然你已经离开鼎剑阁多年，但武间的位置从未更换，你依旧是魏武公子啊。鼎剑阁的魏武公子，自当秉持江湖道义，除恶扬善。就算舍弃了这条命，我也会同你们一起前去。不过一死，何足畏惧？但如今，除了大义，我也有小家。我现在只盼与清冉携手白头，阿宝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这便是我半生唯一的心愿。大义和小家，我只能选一个。五哥，说实话，
我也很羡慕你，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。我也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。只是，不行大义，何来小家呢？这么多年来，元婴宫所及之处皆是炼狱，多少黎民百姓像五哥你这般，只想护住自己的小家，安稳度日。可元婴宫的人何曾放过他们呢？他们的孩子被拐到元婴宫，训练成杀手。多少个孩子，原本可以在父母的庇佑下安稳度日，无忧无虑地长大，可他们没有选择。如果不趁着这个时机铲除元婴宫，将来长无绝定会掀起更多的腥风血雨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啊！我知道，身为廖前辈的朋友，深受他的帮助，我不应该在这大义凛然地劝你，但我有一份私心。数年前，一个偏僻村落被屠，我的一位朋友身在其中。他九死一生逃脱，被廖前辈救下，才得以活命。可这么多年来，他也落下了病痛和无数的遗憾。你说的可是青染的徒弟？正是。当年魔家村一夜被屠，此事定和元婴宫脱不了干系。我也想为魔家村的人讨回一个公道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若是五哥你执意不去，我们二人绝不强求。不必说了，接下来要去哪儿？七剑只剩你一人了。老七，大哥在前面等着呢。老七，大哥在前面等着呢。时隔多年，我们终于聚齐了。对呀，这些年我们走南闯北，虽然也是初见未到，但是哪及我们并肩作战来的痛快呀！想当年，我们顶剑和拔剑。好了，老六已经不在了，咱们活着的人可不能辱没顶剑阁八剑当年的名声。眼前这一战，我们可得痛痛快快的打。这些年的江湖纷争，全因元婴宫而起。剿灭元婴宫，也算对六哥、对天下百姓、对中原武林，都有一个交代。此去元婴宫，必定千难万险，后果难料。纵使千难万险，但是为了铲除奸佞，为了天下百姓，就算赴汤蹈火，吾辈也在所不惜。我得先弄清楚冥界究竟被关在何处，再做打算。
薛谷主，薛谷主，教王有令，您不能离开这座院子。我只不过是想随意走走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请你回房休息。你们教王请我来是替他诊治的，这便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薛谷主，妙水使。薛谷主想要散步，我陪着他便是。教王若是怪罪下来，我来担着。是。请。龙门村的那几个孩子还好吗？托你的福，好得很。那个叫小龙的，应该也长高了不少。妙水使找我有何事？直说吧。没事就不能找薛谷主说说话吗？哎，别走啊，薛谷主！看手相吗？我会啊。哎呀，薛谷主，我看你这手相，可是大为难解呀。这是断掌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一般聪明绝伦，但性格却格外倔强，一生跌宕起伏，往往身不由己。你的宿命线不错，虽然中途断裂，但旁有细枝接上，可见曾死里逃生。你看，这姻缘线就不是太好。妙水使何必交欠延伸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薛谷主，如此早早休息，是为了养足精神，替教王看诊吗？不错。薛谷主医术绝伦，自然手到病除。可是，救了教王，只怕对不起当年惨死的魔家犬村吧。一夜之间，上上下下竟全数被灭。妙水使，此话何意啊？薛谷主，你这么聪明，你不会以为当年的魔家村是天山派掌门秋水鹤所为吧？秋水鹤已经承认了当年自己的罪行。是。秋水鹤恐怕到死都不知道，他只是中了教王的圈套，成了他的替罪羊。当年秋水鹤想要桐树，教王也想要，但他不想惊动鼎剑阁，于是便设计了让元一宫的人混入了天山派。怎么回事？是时候了，去吧。是。就是他们，队长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们是谁啊？为什么杀人？为什么？说为什么？快看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烧死我们！这群人太坏了！你们杀了人，现在还放火烧村子，他们这是要把大家逼上绝路！我们跟他们拼了！你们杀人太过了！他们街上是雪莲花，你们是天山派的人！天山派！妙水使在此胡言乱语，难道就不怕我去教王那儿告发你吗？随便啊。但如果你想知道
你冥界弟弟的下落，我就劝你不要啊。冥界已经死了，那晚小木屋着了很大的火。秋水鹤去小木屋之前，教王就已经将你的弟弟带走了，并且加大了火势。他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在了那一夜的大火中。冥界现在在哪儿？你今日见到的铜，就是冥界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，那夜有一对少男少女坠入了冰河。若我没猜错，那人就是你，对吧，薛谷主？是又如何？真是孽缘！当年击碎冰面，致使你坠入冰河的人，如今却拼了命的要护你周全，将你送来了元一宫。哈，有趣，真是有趣。你说什么？那人是妙风？薛谷主，你会后悔的。那么现在，薛谷主，你还要救教王吗？药水使不会平白无故的跟我说这些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明日告诉你。我还会给你带来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早些休息，薛谷主。薛谷主，这么晚了，薛谷主方才去哪儿？随意走了走，有事吗？没什么。在下只是来告知薛谷主，好好休息。之后，在下会带薛谷主前往教王寝殿，为教王诊病。薛谷主早点休息。等等，薛谷主还有事吗？